你的成绩全都是 A 加，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替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太可惜了，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这是品质污点呀！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否定全部吗？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跟我过来吧。进去吧，祝你好运。请坐。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所以，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10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杨小姐，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呢？好像也是啊。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这是你的工位。新人啊？啊，我叫严小晨，你们好，叫我小晨就好。嗨，小陈。好嘞。嗨，你小心点他。那李辉，小晨就交给你了。OK， 没问题。小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
连空气都变甜了。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老稿。就你啊！别误会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对了，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分析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向乙投资公司和拟投资公司索要资料、整理资料、做会议纪要，然后你要在上司的指导下做一些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可比交易分析、政策分析什么的。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管理合伙人？怎么可能？这么可以说话？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相差太远了。这是你们中间隔着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所以你可能不大有机会能跟合伙人直接打交道。不过，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上司是高级副总裁，大魔女 Cindy， 大魔女哦。你说谁是大魔女啊？Cindy 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大美女，是吧？严小晨是吧？啊，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上司，辛迪。辛总好。已经走完了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啊？No bro，no。男性朋友啊，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哎，你进去小心点，所有在 Cindy 手下做事人都会经历第2次面试啊。他会给你设立第2次考核，如果你通过，辛总2年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工作陈述会，我需要你代表我们部门准备一个 speech， 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是资料。哦，没有问题吧？你是华大高材生，一个 speech 而已。没问题。有问题记得跟我说。Time's money, hurry up. OK。借助多方社会关系，既不损害到背景企业的名誉，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这样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平台，平台人气上升后就不缺投资者了。做到以上3点且用心经营，平台将会越做越大。谢谢。最后一个是杨小晨。大家看一下。我来。大家好，我今不好意思天各位，我们部门的演讲取消。辛总，我就想问我为什么是吗？这份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资料收集不够详细，市场分析不够透彻，在我看来，就这份报告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我跟你说过，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自己完成，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这份东西既不专业又没创意，严小姐，我希望你明白，光会逞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散会吧。别那么急着心疼，路还长着呢。小陈，说完了。说完了。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啊，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吗？这不是我买的。
那就是有人送的，可以啊。这样，我哪知道？你吃吗？给你吧。别人送你的我，快点，你吃吧，给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项目，你2天之内完不成一份详尽完整的分析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但你被 Cindy 盯上了，你未来可能就没几天好日子。哎，对了，你以后别心动校长，他从国外回来，喜欢别人叫他 Cindy。你不会得罪 Cindy 吧？心脏， Come in。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什么意思啊？事后诸葛亮啊？我只是想证明同意我进公司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公司打印机里的墨水。如果又是浪费呢？如果又是浪费的话，我会以利为重，及时止损。放那吧。心脏，以后公司的月结报告都由你来做。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辛总，叫我 Cindy。好。李辉，哎，跟我去趟会议室。好嘞。恭喜你啊，有惊无险通过 Cindy。Hurry up！ 哎，来了。我呢，主要是希望和 DH 合作，所以其他的条件，老邓，不是说不可以谈。老邓，我说老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不跟他们 DH 合作吗？幸亏我今天来得早，在楼下看见你司机，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怎么，跟我玩阴的是吧？不是老罗，你先坐下再说。这谁忽悠你了？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钱，我的底线是合作。呀，辛小姐，别拖着了，给这通快话，趁我和老邓都在，到底跟谁合作？有时间吗？送2杯咖啡过去。好。刘总喝咖啡。邓总，谢谢啊。喝什么咖啡？我来又不是为了喝咖啡的。不是老罗，你稍安勿躁，我相信辛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廖晨，你坐下听一下吧。怎么都不说话？啊？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了，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辛迪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2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
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你们当我姓罗的干什么吃的？吃素的吗？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欣欣姐，哎，罗总，罗总，太冲动了。倪小晨，你出去吧。对，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个项目。行啊。你不是要去？啊？行，走。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
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她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魏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先走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原来辛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厉害的。哎，辛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这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你舍得打车啊？程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杨小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我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她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
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你以后怎么问？哎，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我妈又出什么事儿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了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天哪，16万！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一会儿辛迪来，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好。谢谢。这又怎么了？早安。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嗨，小肖。你怎么来了？沈侯他在公司吗？在。怎么？他今天没去卖场啊？没去，本来说是要去的，但是昨天晚上跟客户签约，把自己给喝大了，现在在刘总办公室躺着呢。谢谢，我去看看他。嗯。这在办公室的是小沈吗？躺在办公室睡觉。哎，你别说了，最近他好像转性了，啊？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都快成劳模了。哎。
在你看来，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作践自己。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森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好，一共是13家的生产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主持人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年年欠人家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脑袋挺大的，我这正打算过去看看呢。希望大家一定很开心，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我想想办法。好，那就这样。那我们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谢肖总，谢孙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你了啊。下午茶我请。谢谢总。那我们饭吧。直接发我邮箱就行，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啊。有需要打电话吗？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
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所以说，沈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16万。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呢？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有钱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问我拿这16万是要去干什么，你就说借就借啊？这么信任我啊？现在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吧？能让员工心无旁骛地认真工作，应该是我这个老板的部分义务吧。可是雇佣关系只是暂时的，你就不怕我跑了吗？你可别忘了，我可知道你家在哪儿。除非你一辈子不回去，否则我迟早找到你。那我不会拖到让你要去上门要债的。我现在税后的工资是8600，如果按分期付款的方式，你每个月扣5000，这样3年我就能还清。你连还账的方式都想得这么细致，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想你根本用不到3年才能够还清。你现在不是在负责日新科技的项目分析吗？如果合同顺利签成，你有提成可以拿，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算下来应该有6位数字。其实16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赚钱那么容易吗？我既认可你的能力，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有这么自信的老板，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
谢谢陈总，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对我的信任。好了，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好，你不是要去买咖啡？是。好了，老板您过目。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了。虽然古老，但是有效。我先出去了。等一下，你就这么出去的话，公司的人还以为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契呢。有客人啊？那我要不要敲下门？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这杯咖啡给你的。志远，你又喝咖啡？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你胃疼我也心疼啊！快，把胃药给吃了，这水也差不多正好。没事，我胃不疼。爱吃不吃？妈，16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看到立刻联系我。严小晨，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走的这段时间可得到了 Cindy 姐的关节垂血。你没帮我请假？哎，我请了，我能不请吗？开会之前我就请了。哎，她表现的特别无所谓，头都没抬。啊，知道了，开会。结果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总突然走了。会议结束，他又来问我。知道严小晨为什么请假吗？我怎么说？你是不是跟陈总？啊？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开玩笑，别那么认真嘛。就是不知道 Cindy 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没什么针不针对的，有个严厉的上司是个好事儿。哎，看你刚来，怕你踩雷。友情提示啊 ，Cindy 姐和陈总关系特殊。有多特殊啊？据说啊 ，Cindy 姐和陈总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陈总在国外创业 ，Cindy 姐就陪着他一步一步把 DH 建立了。但是1年前，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全部调回了国内 ，Cindy 姐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这么算起来，他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你别看乔总职位比 Cindy 姐要高，他见到 Cindy 姐也是要借他3分的。为什么不签字？这个不合适。这个去年我们必须签。哎，还有个内幕消息 ，Cindy 姐和陈总对外都声称自己单身，但是 Cindy 姐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所以，种种迹象表明 ，Cindy 姐和陈总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地下恋情怎么了？他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你想，公司人多口杂，多麻烦。Cindy 姐也不求名分，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陈总身边。哎呀，这么一想，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
耀真，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我能知道什么？哎呦，快说快说快说！哎呀，快说嘛！我求你了，大哥，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能不能消停会儿？就是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嘛？赶紧工作。告辞。你别管了。你们下棋呢？周阿姨好。哎，孙阿姨。哎呦，回来了。你说啊，回来了，小陈。周阿姨。哦，好好好，挺好的。哎。小小，妈，你等我一下啊。哦。妈，你谁呀？你怎么跑我家来了？要债的？啊！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贼吧？不是贼，不是贼呀！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自己人，妈，自己人妈。我大学同学。这什么同学？妈，嘿嘿，妈，嘿。妈，你刚上哪儿去了？我上派出所录口供去了。啊？口供？什么口供？那帮人找麻烦来了，你不会是还没还钱吧？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了。刘金芳，出来还钱！刘金芳，刘金芳，吵什么吵？哎，一大清早你们还让人睡觉？干嘛咋呼呼的？不是进去！你这讨债的，又找着什么人了？跟这人家进去！刘金芳，还钱的日子到了啊！你再不还钱，别怪我不客气。把字写上。臭流氓！我跟你说，臭流氓！臭流氓！臭流氓！敢在我家门口刷漆，你要死啊你们！要钱没有？来，有本事把我手剁了！你太嚣张了吧！刘金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已经到了还钱的日子了。你要是再不还钱，小心我拆了你的房子！哼，好，好啊！来，对公安局是个证据。来，我把110拨好了，就差这么一按了。来来来，刘金芳，去把这女人手机给我抢过来。去呀！你有种啊，刘金芳！你给我等着，害我回来了！快走！沉了，我电话还没拨出去呢，警察就来了。你说，该着这3个坏人被抓起来。啊，对，我就还了4万块钱，剩下12万都在这里头。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妈？还有小小，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你谁呀？一口一个妈叫着，我怎么不记得有你那么个儿子？啊，妈，你好，不是，阿姨你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侯，三点水那个沈，王侯将相的侯。妈，他是我男朋友。阿姨，折腾了一早上了，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啊？我是饿着呢，可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啊，没有吃的啊？那我们可以给您去买点儿。啊，我俩去菜市场给你买点回来做。啊，对，阿姨，我们先走了。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妈从哪儿借的钱啊？欠的高利贷。啊？那怎么不早点报警呢？我当时就是怕我妈会出事儿，也就没想那么多。那是谁借的钱？我找陈志远借的钱。程志远，你为什么不找我啊？我找你，你一时半会儿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你不还是得找你妈吗？我可以找雨神。哎，我就算是找陈志远借钱又怎么了？又不是不还他。那你怎么还？我现在还有1万多的存款，再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从工资里扣。要不这样，别从你工资里扣了，这4万块钱我帮你还。不要，你不许去找你妈要钱。放心吧，不会。现在我跟我妈的关系，你觉得我跟她要，她会给吗？小小，咱们买些什么呀？现在，买菜来。这现在怎么卖3块2。3块2啊？能便宜点吗？你这现在不太新鲜。瞧你年纪轻轻的，还挺会还价的。行，要不给3块吧。3块啊，好。哎，对了，你妈为什么会欠高利贷？我还没问你。打麻将又输钱了吧？没想到啊。哎，你到底买不买啊？别杵在这儿啊，影响我做生意。谢谢。买菜吗？这个多少钱一斤啊？这个8块。哈，买了好多。哎，小陈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你回过家了吗？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早上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找上门来了，得亏有人匿名报了警，把他们都给抓了起来。我妈把那4万块钱也给还了，还录了口供才回来的。这次真是有惊无险的。那就好，那就好。哎，田阿姨，我妈她借高利贷，是打麻将又输钱了吗？哦，不是的，她最近打麻将都已经不玩钱了。你妈没跟你说啊？没有。哎，她是被一个牌友给坑的。那个人呢，是最近才开始跟我们打麻将的，每一次都会请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反正出手挺大方，好像挺有钱。那你妈妈一打听啊，知道那个人的钱是在什么投资平台上面赚到的。那个人看到你妈动心了，就怂恿她也投钱进去，说是可以帮她操作。哎，什么投资平台？那都是诈骗，到时候他们就卷钱跑了。你妈妈一开始小投了一笔，可是很快利润就翻倍了，她就觉得应该多投多赚，所以就想到问我们借钱。可是我的钱都不在我自己手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所以她才想到借高利贷的。可没想到那个什么平台是骗人的，你妈妈从高利贷那边借的4万块钱，在那个什么平台里面1毛钱都没拿回来，结果高利贷那边反而利滚利变成了16万，所以那帮人才上门催债的呀。我妈她老相信这种不劳而获的事儿，得亏这次是运气好，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小陈啊，你也别怪你妈妈了啊，都是为人父母的，她的心情啊我懂，她想多赚点钱呢，其实是想帮你减轻一点负担。她有一次跟我讲过的，她说你一个人在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很辛苦，挣点钱不容易的。小小，你就别怪你妈了，你妈挺单纯的。
好好劝劝你妈啊。那我先走了啊。阿姨，再见啊。哟，妈，阿姨，你帮我妈。阿姨擦门呢？哎，哦。阿姨，您坐，坐，椅子，对，我来，啊，慢点，别溅一身。没事。哎，没事，这儿有。啊，有啊，我帮你打。不用。干嘛呀？没事。我来。要干什么呀？哎呀，那个，这个干嘛使的？擦门去吧。啊，吃的。啊，吃的，吃的肯定很好吃哈，阿姨。那您先休息啊。阿姨，那我门一会儿就干净了啊。让地方，你这笨手笨脚的，去把桌子腾出来。那你来吧。阿姨，您这手法啊，都赶上5星级酒店大厨的标准啊！拿个盘子来。哎，好嘞。来一盘子。拿个大点的行不行啊？哎，好嘞。来一大盘子。行，放着。妈，你当心手啊，我出去了。葱姜蒜，葱姜蒜啊，葱姜蒜，快！蒜。你小心点手。你们两个，哎，不要那个，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8个多月了。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大学同学，天天都能见着。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阿姨，我暂时还没有工作，不过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小小的。小小这2个字，是他让你叫的？我给他起外号。这是他爸给他起的小名儿。不是，阿姨，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撒谎，我真的给他起的。那你看上小小什么了？他呀，那太多了。总之，他优秀，哪儿都优秀。啊，您可能不知道，小小在学校里啊，年年都拿奖学金，
学校的教授直接给他保研，您知道这机会有多珍贵吗？但是小小呢，说不要就不要了，厉害吧？学校里的同学对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呦，还有，他在公司里啊，每次都受到领导的表扬，而且他一进公司就给公司签了一大笔合同，厉害。他这么优秀，你又没工作，拿什么养活他呀？阿姨，虽然我现在没工作，但是为了小小，我肯吃苦的。他只要开心了，我做什么都愿意。好了，你吃吧，去吧。那您不要帮忙了。没事了。那我先出去了，您有事随时叫我。好。好嘞。哎，虎妈脾气挺好的。这也太香了！你快动筷子吧，我等不及了。哎，谢妈。叫阿姨。哎，谢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不最爱喝鱼汤吗？不用了。太好吃了，那么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吗？是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你们不好意思？哎，没事，说吧。我可就说了啊，那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有什么朋友这么大方，一下借你这么多钱？不是，妈，你到底想说啥？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在上海那样的大地方，接触朋友，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三教九流？妈，吃菜。阿姨，这个真的，我可以替小小作证。谁呀？不会是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来了吧？不会，你想想看，警察都找过他们了，而且钱也还了，没准是阿姨的朋友。谁呀？说话！装神弄鬼的，去了趟派出所还嫌不够。哎呀，不见棺材不落泪。大嫂，不是姐，你看没别的意思啊。我听说你们家出了点事儿，你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帮什么忙啊？你是来看笑话的是吧？不是的，姐，你别误会我。你少装好人。我真的是看看有什么姓郑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还有点良知，你就告诉我，当年撞死我们家老严那人现在在哪里？你说。姐，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吗？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哪就记得？哎呦我的姐，姐，你快点劝劝你妈，让你妈冷静点。哎，你走开！不是，姐，喂，哎呀，姐，妈，说，妈。第一，你们家呀出了点事儿，我听说了，然后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是真心的想帮忙。第二呢，我就是个卖车的，那个人就是世下，我哪知道他是谁呀？我上哪儿找他去？我哪认识他呀？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的，姐。你放心，你看我这，妈，别打了，姐，快走！我真帮忙来了。不是，哎呦，那姐你冷静点。哎呦我的天哪！姑娘，有啥事跟我说啊。哎，你没事吧？哎呀，哎，好嘞。妈，他走了啊，走了。哎呀，咋的了？那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哪儿来的那么有钱的朋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拿的郑建国的钱？
不是，跟他没关系嘛。那哪儿来的？我真找朋友借的，我事儿不也摆平了吗？哪儿来的那么有钱的朋友啊？你告诉我，说，妈，说，阿姨打坏人打谁要干嘛？你要是我们老严家的女婿，你就赶紧跟我追去。要！你别跑！妈。小小，你去那边看，我去那边。别找了，你就算找着他，他也不会说的。啊，那怎么办？我还等着做女婿呢。咱现在回去啊？走，河边走走去。